想要辗转于春秋，唯不舍爱与自由。穿过荆棘，越过几重高楼，千残过尽谁与有？愿历经世事跌宕，为天下苍生，忍不起最初的天真。誓言落地，深深刺心，天地可证。越黑暗中，越多没入星辰。远走过命运浮沉，偏向阳而生。年华一瞬，念作永恒。前路漫漫，心中有不灭的根。有一人在痴痴的等，有一人会将梦完整。母后和眼帝都在聊什么呢？皇兄，俊儿，陛下不是去行宫休养，怎么这么晚突然回来了？突然想到有一些重要之物未拿，所以回来取。胡闹！有什么东西忘了带？不能让太监宫女回来取吗？怕他们来取，母后不给。母后，朕和眼帝有重要的事情商议，先行告退了。都给我站住！既然已经回来了，干嘛着急着去取啊？刚好陛下也在，一同为定王饯行。母后，你答应过朕什么？太医说过你不可动气。皇兄，来人，速传太医。不必了，不劳母后费心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你口口声声让朕不要动气，可你想过没有，朕这气是从何而来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什么都瞒不过上苍。陛下病的都开始说胡话了。太后，你以为皇兄是为了谁？那哀家又是为了谁？都为了儿子，对吧？陛下若不回宫，他此刻就已经死了。陛下立功，定王暴毙，他本就患有旧疾，世人不会怀疑是你做的。太后，您终于承认了。是哀家做的又如何？你早该死了。30年前，若不是云飞剖腹取子，该死的是你。5年前，若不是嗔儿救你，该死的也是你。你为什么不死？他是朕的弟弟，也是你一手抚养长大的儿子。这么多年来，难道你对他就没有一点点亲情吗？
没有。我为什么对他有亲情？他母亲抢走了我的丈夫，他好不容易死了，可是你父皇还想随着他去。若不是为了让先帝活下来，我根本不会留下他。所以父皇一驾崩，你就迫不及待地想置眼帝于死地。当年他才6岁，你怎么忍心派人把这么小的孩子推入寒池之中？菊儿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你为什么事事都想着他？在这世上，只有我们母子2人相依为命了。你们父子，还有琛儿，你们一个个的都想着他。我做这些，难道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我自己呀？可是母后，就算你心中真有恨，可云飞死了，父皇也死了，可眼帝是无辜的。母后，啊，我就活该，我就活该受这些罪吗？我本来是有丈夫的，他走的时候只留给我一句话，让我照顾好刘岩。然后他走了，他解脱了，去找他心爱的女人了。我视他为夫君，可在他心里，我只是一个皇后，从来都不是他的妻子。若你真的爱父皇，那就不该杀了他最在乎的人。最在乎的人死了，他也要跟着一起死吗？这世上除了爱，就没有别的了吗？我那么爱他，可是他死了，我却还要活下去，背着他的责任活下去。我不但恨他，我还看不起他。娘娘，容易啊！娘娘，父亲多次派人让我动手，如今他临盆在即，也是最后一次机会。陛下那么爱他，若是他的儿子生下来，那菊儿的太子之位岂不是？可我和他毕竟有些姐妹情分，我又怎么忍心下手？一想到父亲竟背着我用了傅盛儒的药，元妃死了，我便彻底走上了不归路。
先帝与云飞也好，迁怒我也罢，但是你万万不该因一己之私，葬送我3万将士的生命，动摇我南陈之根本。无论如何，今日我要为那3万亡魂讨回一个公道。你有证据吗？空口白牙就想构陷哀家，简直是大逆不道！太后，您难道连自己的令牌都不认识了吗？谁让他们都是你的人？他们都是因你而死。哀家得到了你的新军图，正苦于送不出去，可天助我也！薛孝堂抓住了一个北凉暗探，行军图还是到了北凉人手里。你说，这是不是天意？母后，收手吧。事到如今，哀家若是收手，刘演便会放了哀家吗？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永除后患。那你大可一试。不必试，你们的人都让朕给撤了。当年，朕就是害怕看见今日这种局面，所以派出暗卫，把知道真相之人全部灭口了。朕不是一个人君，只是一个自私卑劣之人。为了保护至亲的亲人，就只能拿起屠刀，杀害无辜之人。母后，你和炎帝都是我最重要的亲人，我不能看着你杀炎帝，可以不希望炎帝知道真相之后来找你复仇。母后，炎帝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啊？他杀害了我的母妃，还害死了这么多人。那些人的鲜血和仇恨，都在我的血液之中流淌。我能原谅吗？我凭什么去原谅？皇兄，你去问问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吧。是啊，我有什么资格
阻止你们的仇恨。皇兄，菊儿，皇兄，菊儿，菊儿，菊儿，皇兄，菊儿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呀？我去叫太医，我去叫太医。来不及了。炎帝、南辰，还有朕的儿女都托付给你了。方广母后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菊儿，皇兄。公主，萧唐，他在叫我的名字。公主，公主！我从来没想过，有一天我还能光明正大的见你，将你拥入怀中。我以为这是梦中才会发生的景象。放心，这不是梦，我就在这儿。你以后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，因为太后已经全部都装。定亲时你说过，愿为我舍弃生命。此刻，我便如你所愿。谢谢你这些年为我所做的一切。这些年，你与太后狼狈为奸，不知坑害了多少无辜性命。如今落得这个结局，也算是死有余辜。
王爷怎么样了？快来人，快救驾！大殿出事了，快去救驾！救驾！大殿出事了，快救驾呀！有人来了，这要是被戴克征召，王爷这弑君之罪，有口难辩。大殿出事了，快救驾！快救驾！救驾！陛下，太后，陛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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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驾崩了！陛下驾崩了！父皇，父皇！王爷曾说过，慈明殿后花园的水是活水，连通着护城河。有夜色的掩护，我们算是脱身了。曲儿，曲儿，皇祖母，父皇已经去了。你放肆！哀家的曲儿没死，没死。皇祖母，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父皇已经去了，是被您害死的。你大胆！你放肆！父皇是被您害死的，皇祖母。好啊，原来你以前的乖顺都是装出来的，哀家真是看走了眼。孽障，裴兰，
该家把这个孽障拖出去。参见公主。你们，皇祖母，您最倚重的佩兰，其实是我的人。你不是周家旁支的孤女吗？我一直都是积善堂的人。当年若不是公主给我一个容身之处，我早已化身白骨了。你先退下吧，让我跟皇祖母好好的说说话。是。你这个孽障，你想干什么？还想要怎样？要刺死我吗？皇祖母啊，你真是一如既往的狠心。不过也是，你若不狠心，又怎会谋划让皇叔死在拒马河的战场上？怎么，觉得我不应该知道是吗？皇祖母，您自以为您是执旗者，殊不知，您只不过是我手中的一颗棋子罢了。您还记得北凉的暗探吗？是你？难道是你故意把北凉暗探的消息透露给哀家的？是我。我利用积善堂的情报网，发现了北凉暗探的线索，告知了薛小棠。不然你以为你可以这么轻易地让皇叔元气大伤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您说呢？这5年来，您不会一直在做噩梦吧？梦见那些冤魂在向你索命？在您的梦里，可有杏儿？怎么？您忘了？可杏儿的女儿，却记得清清楚楚。皇后，太子回来后会不会怪罪？只不过是死了一个贱婢罢了。他会明白，比起蝼蚁，世家的权利才是最重要的。是。当年您为了巩固父皇的太子之位，为他迎娶高门贵女，你迎娶便是了。我母亲碍着您什么事儿了？就因为他得宠，您便要狠心杀了他？那个柜子又窄又黑，我不敢出声。
母亲舍命护我，我又怎能辜负她的一片苦心呢？皇祖母，是你让我明白，权力有多么的重要。只有站在高处，才不会被人欺凌。可那时候的我，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。父皇怕我惨遭毒手，让皇姑祖带我去了江南。娇娇，皇姑祖带你到江南去，那里山清水秀的，比定京好玩多了。停车。来，乖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抓那把土吗？什么故土难离呀？我是为了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，这里有我的仇人，我要回来报仇，让世人如草芥，欺凌弱者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借助皇姑祖的势力，开设了积善堂，帮助了很多跟我一样可怜的人。当他们呼我为神女转世的时候，我更加坚信，我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君王，我要救助更多的人，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。不过我从来没有忘记为我可怜的娘亲报仇。父亲即位后，迟迟未召我回京。登上那至尊之位，他怕是早就忘了有我这么个女儿了。于是我只能自己想办法。所以，我写了一封信，连同那把土一并寄回。一别多年了，我如此想念定京的亲人，他又怎好拒绝我这个做女儿的如沐之情？你应该还记得吧？佩兰就是那一年来到您身边的。护国寺后山的毒蛇是我放的，为的就是让佩兰救你于危难之中。你疑心如此之重，又向来看不起穷苦人家，所以我只好给他编造了一个周家旁支孤女的身份。你果然就放心地把她留在了身边。如此一来，我在您这儿便有了眼线。但凡您有什么异动，佩兰都会告诉我。皇祖母，您为了稳固父皇的皇位，真是不择手段。竟然想趁着皇叔征战北凉之际，让他死在战场上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，我正愁找不到机会向您复仇。听说薛孝堂一直爱慕于我，果然，我只是略施小计，他便上钩了。周家对他还算满意吗？根据积善堂的情报，我了解到薛孝堂一直与你跟周家狼狈为奸，
肮脏的交易从未停止过，只不过这一次，你们的筹码变成了我而已。在听到我母亲惨死在你手中后，她心甘情愿成为我手中的刀。太后今日传我入宫，让我诛杀定王，不得留在战场之上。他告诉我，你想杀害皇叔，让3万大军陪葬的阴谋。可是你没有方法将行军图传给北凉，因此我只能助你一臂之力。季善堂发现北凉暗探以后，我压下了此事，暗中告诉了薛孝堂。果然，你以为有天助你，行军图顺利地交给了北凉。而薛孝堂也答应我，在事情结束后会指认你的罪行，到时候就算父皇再想护着你，叛国的罪行也是难以粉饰过去的。若不是你罪孽深重，那3万将士怎么会死？凭借此令牌，周家人便可为你所用。原本这一切全在我的掌控当中，没想到，可惜啊，父皇为了保护你，竟然派暗卫劫杀薛孝堂，把你的罪行掩盖得干干净净的，不留一丝痕迹，而皇叔也绝处逢生。打算落空，我只好先回到江南蛰伏起来。我借着给薛孝堂守节，不想触景生情的你，又回到了江南。耳鬓似摇，回忆出了脚，无处停靠。两两相望雨潇潇，谁化作云烟飘渺，留下新的古道，做无岸波涛。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爱锁在眼底缠绕，为一个拥抱，用一生灼烧，在千帆过尽里寻找。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人生生世死缠绕，为一颗心跳，用天荒平雕，永不离散，我们早说好。纷扰忘不了，就算隔天地遥遥，灵魂相拥紧绕，怎一笔勾销？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爱锁在眼底缠绕，为一个拥抱，用一生灼烧，在千帆过尽里寻找。